大家好，我是 PKT，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XCA 工具。这个工具呢，它是用来创建 CA 证书链的。它是一个第三方工具，是开源的，也是一个绿色软件，有用户界面，操作简单呢，完全可以用来替代 Windows 上的 CA 工具。大家都知道 Windows 上的 CA 安装、配置、使用，包括迁移都相当的麻烦。本期节目的第一部分呢，将用这个工具来创建一个用于 IKEVR VPN 的一套证书链。节目的后面一部分呢，我们将把这个 IKEVR 的证书链部署到服务器上和客户端上，然后建立连接来验证证书的有效性。我们的那个证书呢，我们要先创建一个 CA 机构的证书，我们叫它 CA 证书，它是一个自签名的证书，然后用这个 CA 证书呢签名，再来创建服务器证书和客户端证书。这两个证书呢属于实体证书。然后呢，我们将把这个 CA 证书和服务器证书部署到服务器上。这个 CA 证书要放到服务器证书的这个受信任机构列表里面。这个客户端呢也要放这个 CA 机构证书，它也一样是放到这个受信任的机构列表里面。客户端证书是放在这个客户端上。OK， 这是这个 XCA 这个工具的官方网站，这个地址呢我放在了视频下方，有需要的同学呢自己去取。它当前版本是 2.6.0。这个软件呢既支持苹果电脑，也是支持 Windows 电脑的。Windows 电脑呢，它有一个安装的版本，有一个绿色版，这个 Portable 版的就是绿色版的，我们下载这个就好了。点击下载，然后在这里呢就看到它已经下载成功了。我们现在去解压它，点右键进行解压。选这个全部解压说，解压后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夹，我们双击进入，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xc1.exe， 双击打开，打开后就是这样一个界面。我们先来新建一个数据库，找一个文件夹保存数据库，然后给这个数据库文件起一个名字。然后点保存。现在呢，我们就新建了一个数据库，给这个数据库呢还要输入一个密码。这个提示呢是因为它有一个选项要改一下，我们进来看一下，就是这里的加密算法，这是一个老的算法呢，可能不太安全，改一下就好了。然后点击 OK。它就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提示了。现在呢，我们来创建证书。我们先创建一个这个自签名的 CA 证书。因为你现在一个证书都没有，只能是自签名的。然后这算法不用改。然后我们这里选择这个 CA 模板，选择 CA， 然后呢，把模板的信息呢应用一下，这样它给我们初始化一个 CA 的选项。我们现在给这个证书起一个名字。CA 证书起一个名字，下面这几项呢，我们随便挑几项填一下了。Country name 就是国家了，我们随便填个西安了。本地名字我们填 SZ。Common name 这个会显示出来，方便查看的，所以说你要填一个方便识别的名字。我们还用这同样的名字 ，email 随便填就可以了，存在不存在的都可以。然后这个私钥呢，我们新建一个，生成一个新的私钥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改，直接点创建就好了。OK， 已经创建成功。我们现在切换到扩展。这个类型学现在创建的是 CA， 所以说我们就选这个 CA 就好了。
然后这个时间跨度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修改一下。你修改完之后呢，别忘了点这个应用，这会我们来切换到这个密钥用法。这里呢，通过刚才的这个模板，通过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个细微模板，它已经带过来了一些信息，我们不需要修改，我们使用它的万值就好。Netscape 呢是一些老掉牙的东西，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保持万值就好了。最后这个高级呢是一个摘要，我们看一看前面我们选中了哪些东西，确认一下就可以了。点击 OK， 创建成功。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证书，这时候呢，默认是用这个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些证书来进行签名。然后下面是这个模板，我们选择这个 TLS Server 这个模板，然后记得应用一下模板的所有信息。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项，主体这里呢，我们先给它起个名字。然后呢，随便还跟之前一样填这几项。这个里呢，它是方便识别的，所以说我们填我们使用的这个域名，我们用这个域名做测试了。这是一个免费域名，你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申请。我把申请链接放到了视频的下方。然后呢，同样生成一个私钥，什么都不用给，直接点创建 ，OK 完成。然后呢，我们再进入扩展，扩展呢。这里的类型呢，它已经变成了最终实体。这里默认它已经选中了 X509V3。然后这个有效期呢，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设置。设置完之后记得点应用。然后这里不同的是呢，我们要把这个 subject relative name 这里改一下，要把我们使用的域名加进来。这里呢，我们选择这个 DNS 就把我们刚才的域名填进来。你根据你的需要填你自己的域名，这个域名呢要完成了解析，我是已经完成了解析的。我们再添加一个 IP， 这个 IP 是因为我们直接没有域名的话，可以用 IP 直接进行连接。OK， 验证成功，点一下应用，确定。然后把前面这一段呢，这 DNS copy 点信息没用的这个东西给它删掉。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项，这个密钥用法呢，它已经从前面复制过来的，基本上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不同的是，这里选中了4项，其实只有这个 Digital Signature 和这个 Key Encipherment 是有用的。这边呢要选中的是这个 TLS Web Server Authentication 和这个 IP Security 这2项是有用的，其他都是不需要的。我们再回到高级，看这里的这个摘要，都符合我们刚才选择的结果。OK， 我们点击确定创建这个服务器证书。OK， 证书已经创建成功。你看展开看一下，它是这个树状的结构。OK， 现在我们来创建客户端证书，同样是点击这个。然后呢，它默认已经使用了 CA 来签名，然后下面呢，选一下这个 TLS Client 这个客户端的证书，应用模板信息，然后看主体，起一个名字，然后填上，简单填几项吧 ，CNSZ， 然后填上我们刚才使用的域名。邮箱随便填，然后呢，创建私钥，什么都不用给，直接点创建，好，点 OK 确定，
然后我们看那个扩展，它这个一样是最终实体，因为这是客户端证书。这里默认已经选中了5009 V3，然后是有效期，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设置。改完之后要点应用，然后呢和刚才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域名和 IP 填进来，添加 DNS， 来改 DNS， 添加我们的域名。这里呢可以用星号把它改成一个泛域名，就是星号代表任意嘛，然后再添加一个 IP 吧，不添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啊。然后再看这个密钥用法，它已经带过来了，仍然是这4项。这里呢要选中这个 IP Security， 这里要选这个 Client Authentication， 这2项。Netscape 都是过时的东西，可以不用管它。高级里面这里看到的都是我们前面选择项的一个总结。你看刚才这个 KUC 级已经选择了4项，扩展的这个 KUC 级呢选择的2项，这都是 OK 的。我们点击 OK， 创建这个证书 ，OK， 证书已经创建成功。现在我们把证书导出。OK， 我们指定路径，点击保存，然后仍然是选这个 PKCS 井1 PFX 这个，点击 OK。设置密码，设置证书的密码。OK， 我们导出下一个证书，同样的操作 ，PKCS 井12 PFX， 然后点击 OK， 然后设置密码，然后导出下一个。仍然是 PKCS 井1 P， 然后点击 OK， 完成导出。设置密码，点击 OK， 导出3个证书已经全部导出完成。我们把证书安装到客户端，先把这个跟证书双击开始安装，选择本地计算机，点击下一步，输入我们设置的密码，点击下一步，然后呢，选择把这个跟证书放到这个受信任的跟证书颁发机构，然后下一步完成。OK， 成功。我们再双击这个 Client 证书，选择本地计算机，下一步输入我们导出时设置的密码，点击下一步，这个路径不用选，直接下一步，然后下一步完成，成功。OK， 我们现在打开证书管理，然后呢，我们查看一下我们安装的证书位置是否正确，看它已经安装成功了。是由 BKT1 这个 root CA 签名的，然后受信任的跟证书里面呢也有我们的这个跟证书，安装正确。然后呢，我们现在复制这个 root CA 和这个 server 证书，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的服务器上去，粘贴，然后双击这个 root CA 开始安装，选择本地计算机，下一步。然后呢，选择下一步，输入我们设置的密码，点击下一步，然后选择把证书安装到这个受信任的跟证书颁发机构，下一步 OK， 跟证书导入成功。现在是 server 证书，双击开始安装，选择本地计算机，下一步是输入我们设置的密码，
下一步，直接下一步完成。OK， 两个证书都导入成功。现在呢，我们来打开证书管理，然后呢，看看我们安装的证书。OK， 证书位置正确，这是 server 证书位置正确。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根证书。OK， 位置也正确。OK， 现在呢，我们去创建一个 Acquia 的 VPN 连接，点击这个更多，添加 VPN， 起个名字，然后输入我们的域名。OK， 选择 Acquia， 其他不用，然后保存，然后点这个小箭头，进入高级选项，点这个更多 VPN 属性，然后呢，把这里改成使用计算机证书，点击确定，然后呢，现在回去，然后点击连接，你看它已经连接成功了哟。OK， 你看它已经连接上了，断开连接，再来一次，又成功了，非常好，这说明我们的证书是有效的。现在呢，我们再来服务器上看一下，打开这个路由和远程访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远程访问客户端。你看这个用户呢，就是刚才我们连上来的那个用户。现在呢，我们再打开 IIS， 我们要为我们的 IIS 呢添加一个 HTTPS 的绑定，使用我们刚才创建的证书，然后输入我们的域名，勾选，然后呢选择我们刚才导入的证书，点击确定，点击关闭。OK， 现在我们打开浏览器，输入我们的域名为止。OK， 打开了我们的网站，然后呢，你看这是打开这个网站时候使用的证书，这说明我们的证书是有效的。OK， 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请点赞、订阅和评论来支持我们。